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纯前端许可证的一个实现方案。我应该是首创啊，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上没有看到任何的这方面的一个实现的方案。然后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就是把整个它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划，还有许可证当中要实现的这种监测内容许可证当中的信息，它的配置参数用的什么加解密。然后还有就是代码的加密混淆。我们今天可以讲这个纯前端许可证的这个实现方案，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用 WebAssembly 重新把这个实现了，我之前的这些代码还有它的这些过程之类的就全部可以给大家公开了。但是我用 WebAssembly 实现的这一版呢，就没法给大家去展示，毕竟呢我需要用最新的这一版来做版权保护。第一点，我们来说一下纯前端许可证的一个规划。我们来看一下代码。首先呢就是纯前端的实现许可证呢，你至少得模拟去跟后端去请求一个请求一条信息，然后来做那个许可证的验证。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说，我们要在客户端来放一个密钥，或者说就是客户端的许可证，然后我们需要去把这个密钥传给后端，然后去让后端去做这个验证嘛。但是我们作为前端开发来说的话，我们并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 NPM。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发到 NPM 上面的这个 TechUI License， 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呢，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后端的一个许可证的库，这里边放的是多个许可证。那实际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首先呢，我们会对客户端的许可证做一个初步的解密。这个初步解密完毕之后的话，是拿到了2个字符串，第一个是一个 MD5 值，第二个呢才是真正的客户端许可证。当我们拿到这个 MD5 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云端的这个许可证里边去找对应的这条信息，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解密之后和这一条匹配上了。那匹配上之后的话，就是拿到了这一条 NPM 端的字符串。那拿到这个字符串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它解密了。解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地方了。解密之后的话，实际上它就是这些信息。你看，这个是 NPM 端的那个许可证解密之后的信息，它有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还有它一个 key， 还有一些那个辅助加密的一些串。拿到这一个解密之后的这个信息，才能对客户端的这条信息去进一步的解密，然后也就是拿到这个，也就是我们解密客户端的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们只能是依赖 NPM 端的这条许可证，而 NPM 端的这条许可证呢，你必须是先把客户端的这条解密之后，拿到了这个许可证的名称，也就是这个 MD5 值，才能去找到这个。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大概就是从这么一个思路实现的这个许可证的一个加解密吧。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去把客户端许可证解密出来，然后那客户端许可证解密完毕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边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其许可证的发放时间，它的结束时间，它的一个 key 值，它的公司名称，它的系统名称。那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后续我会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也就是说，我们在 NPM 端的许可证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公司信息的，它只有这个解密客户端的这个，它只有解密客户端许可证的一些必要的一些信息。总结一下，我们从客户端许可证解密出来2个字符串，一个呢是许可证名称，也就是一个 MD5 值，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许可证字符串。我们拿这个许可证名称，然后去 NPM 端去请求对应的一个字符串，我们根据这个 MD5 值去对应的 NPM 端的许可证，然后把这个 NPM 端的这个许可证拿到之后，我们解密出来它的一系列的这些密钥吧，子密钥，可以这样理解，一系列的子密钥。我们拿到这些密钥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密钥来解密客户端许可证里边的真正的信息，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系统名称，它的过期时间等等。当然过期时间在那个 NPM 端的许可证里边就有，而且初步解密之后，我们就会去验证这个时间有没有过期，如果过期了的话，就不会去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动作。OK，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借用了 NPM， 相当于说我们把 NPM 当成后端，然后去请求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许可证，然后再去解密客户端的许可证。但是所有的逻辑其实都是在客户端进行的。这也就是说这种实现方式它的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这个方式来去让它变得难以破解。这个后面我会讲。OK， 这个基础的实现原理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啊。这些标签呢，后边我都会逐步的去讲，就是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东西。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再见。